你敢信吗？就是在学校的卫生间里面居然在卖避孕套这件事儿，这事儿应该在国内完全不可能发生吧？嗨，我来爱尔兰已经40多天了，这个视频我就想简单聊一下爱尔兰与中国的那些不同的地方。很久以前我就听别人说，在国外你穿皮鞋1个月都不用擦，说的就是空气质量然后很好，没有污染。但我虽然没穿皮鞋，但我戴眼镜的。我来爱尔兰这40多天，我还是需要，基本上每天都是要擦眼镜的一遍的。当然，眼镜上的那些，就是污渍呀，就是灰尘，没有我在国内西安的时候严重。一般我看那个 iPhone 上的天气质量的时候，一般爱尔兰都柏林这儿都显示到2或者3，而西安的话，大概一般看的时候，好的时候也都是80左右吧。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爱尔兰都柏林的话，你应该穿皮鞋的话，应该至少1个月还是需要擦那么2、3次的。再说一下这个爱尔兰这个天气的，还有一点让我特别难受的就是这个风特别大。这个感觉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刮风，就算你躲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面，它那个风都能刮进来。所以特别难受。我准备后面看一下准备去一下那个迪卡侬，看有没有这种防风的眼镜。如果有的话，我可以买一个，这样的话可能眼睛会好受很多。然后还有大家说的这个爱尔兰这边就是经常下雨啊，这个下雨的话，其实我感觉到对我来说没有就是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可能我本来就不喜欢出去乱逛的那种人吧。还有就是这边的温度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可能西安本来就相对来说冬天的话也就稍微来说比较冷，所以在都柏林这边我感觉这个温度也没什么太冷。这个说完这个天气，我就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可能有兴趣的，就是这个水质。可能以前我也在出国之前听别人说，在发达国家你的水呢都是能直接喝的，也类似直饮水的那种。但当我来爱尔兰第1天的时候，我准备烧开水喝点热水的时候，我刚打开水龙头，那个水全都是那种白色的，哇，那个水垢我还没见过有这么严重。然后我就根本不敢喝了，然后我就跑到那个超市买了1桶矿泉水，然后准备烧开喝一下。当时想的矿泉水总该很健康了吧，很干净了吧，没想到我烧开水之后一看，依然是白色的浑浊物，就可以说毫不夸张，完全不敢喝。然后我就网上搜了下，才发现这边的这种矿泉水烧开就是有这种类似水垢的这种东西吧，只有一个品牌叫 V 开头那个，我没记住，说是那个你烧开水的话你是可以喝的。但我当时也没有买那个 V 的那个，所以我就不敢喝热水了，我只能就是那样凉的那种矿泉水喝了。然后后面也发现，就是说是在厨房里面，打开那个凉水的那个水龙头的话，你就烧开是没有水垢的。然后我也试了一下，果然就是好像烧开之后基本看不到水垢。但是呢，我想肯定还是有水垢的，因为我以前在国内就烧水烧了那么多年，我都没见过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啥热水器的内胆里面有那种就是褐色的那一层东西，我现在就是这才烧了1个月吧，就是完全就是很严重，感觉褐色的一层就布满了那个内胆里面，所以我感觉这个爱尔兰的水质应该是很有问题。我之前好像也看过，说是这边的水好像是不用钱的，水费好像是不用掏的，因为我现在住宿舍，我也没有实际的确认过。这个水说完的话，我想再说一下这个互联网吧。因为我可能本来就是程序员吧，所以对这个互联网这一块就可能就是天生的在意一些。我刚来我就发现这边的互联网，比如说网站的域名基本全都是.ie 这种结尾的，这个 IE 就是类似国家码，爱尔兰的国家码，类似国内的那个 CN。而国内的话，你想那个商业网站，不论商业网站还是基本上除了政府的那些教育事业的，应该其他都是.com 结尾的吧。而这边的话，基本都是.ie。我目前还没见过.com 的结尾的那种域名。另外就是它这儿的网上的办事效率或者系统吧，感觉也挺做的很落后。比如说我要一来，大家可能都会要办一个 IRP， 就是类似居住证的这么一个证件。
然后你需要先在网上预约，而那个预约的话，基本上卡了你根本就进不去，你出不来预约页面，所以你需要不断的手动来刷新很多次，你才可能能进入到那个预约的页面的。如果我一开始不太清楚，我就一开始进去之后，他就在那儿转圈 loading 嘛，然后我就一直等了20-30分钟，那个完全还是在那儿卡着呢。后面我才了解了需要手动刷新，我又手动刷新了很多次我才进去的。而他这个办这种人的，就是有这种需求的人，应该都是新来的人吧？可能新来的人，这整个爱尔兰一共才600多万人，你想新来的人能有多少人？所以可能他的 QPS 估计连500都达不到。我天，现在下雨了，连500都达不到。这个雨下太大了，我先去躲一躲。Hello， 我们继续吧。刚刚这儿有个帐篷，刚好我可以在这儿录视频。我们刚说到那个 IRP 了，就是他那个大概应该都是新人吧，新人才需要来就是办那个居住证嘛。那新人的话，他的 QPS 很少，肯定 QPS 连500都到不了，而他们这个政府的这种网站居然能做的这么卡。你想国内那个12306那系统应该是这种政府类的天花板了吧？这个除了这个办 IRP 这种居住证的话，还办他们那个银行卡。银行卡的话也是折腾了我1个月才基本上搞定好了。银行卡也是我一开始也是在手机上预约好之后，我把资料提交好，然后有一个视频验证，就有个人打电话过来确认你的身份的，我这些都通过了。通过之后，他是理论上是需要给我寄一个银行的信的。但是我一直等了2周还没有等到嘛，然后我就去线下店里问了一下他为啥我的收不到那个银行的信，然后工作人员一查看说我需要再重新提交一下我的地址证明。我说我已经提交过地址证明了，而且你们视频也已经整个都确认过了，整个流程都走完了。他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系统就是会把这些信息给丢了，他也不知道为啥。然后我就又提交了，把地址又给重新提交了一次。提交完之后2周之后还是没收到，我又去找了一次，然后另外一个同事这次是换了一个人，那个他看了我的资料说我这一切都正常，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他也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是工作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然后他就又和旁边一个他的同事就咨询了一下，说应该可以给我直接现场办理吧，所以就又给我就现场重新走了一遍流程，就相当于我之前网上申请那种流程就作废了我又就相当于我在线下重新开了个户这次的话应该是成功了，因为我前2天刚收到他们要给我开始寄那个信的那个邮件了，所以就感觉整个他们这边一个是网上的这种感觉效率或者是稳定性吧，我感觉还是比较欠缺的，相比较国内。这个我互联网这一块说完的话，再说一下那个交通吧交通的话，我之前接拍过一些视频，上面也看到大家就是它这儿的红绿灯是没有倒计时的，而且绿灯就时间特别短，所以很多人都是在不遵守规则，都在直接就闯红灯，看着没车就跑过去了。当然这边人也比较少，可能交通意外可能估计也没那么多吧，我猜测。而且这个交通的这个道路路就特别窄，比如说我第一次来坐这儿公交的时候，大巴的时候，我坐在第2层，然后它拐弯的时候，整个车头就感觉就伸出到那个路的马路牙子外边了，就感觉就像那种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感觉可能爱尔兰这边的司机应该他的这个公交车司机吧，至少他的一个车技应该也很好。而且他这边的公交车应该是全部都是双层的，因为我还没见过有那种单层的。整个公交这边说完的话，我发现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那个还是有一次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它有那种小筐子，然后还有一种手的那种推车的吧，大的。然后我那天就准备想要个那个手推的那种车大的，然后装一些东西，然后发现它就是锁上了，锁上之后我怎么都打不开，我看了半天。然后这时候一个外国人过来帮我打开了，然后他告诉我就是他那个就是锁上之后，他链条就是一个一个链起来的话，你是需要有一个硬币然后塞进去，然后拨动一下它才能打开的。
然后我后面也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推车上面，确实好像是让你提示让你用1欧或者2欧的这种硬币还塞进去，然后才能打开。所以这儿来的话，你要是去超市想要这种大的车子的话，还得随身带一个硬币才行。再说一下这个爱尔兰的口音吧，我出国之前就听说爱尔兰的口音好像挺难懂的。现在这1个多月的感受的话，我感觉你应该基本上还是能听懂的。我主要是上课，我们课有4门课，2门课都是爱尔兰本地的老师在教，所以爱尔兰一开始确实是听得不那么清楚清晰。然后，但是过了大概那么2、3天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我感觉我还是能听懂的啊。反而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师是印度人老师，而那个印度人老师，印度的那个人老师的发音就特别纯正，就感觉完全没有任何的口音反而就是在印度老师那个老师的课，我基本完全没有压力听他的讲课。另外一个对，我还说这儿，我又想起来我那个关于水那个，我还做了一件特别愚蠢的事，就是我因为不是这个水不太好嘛，我感觉，所以我在去超市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大桶的水在打折，所以我那天一次就买了5桶，因为5桶它是一起打折的。然后买完之后，我看到上面写个 spray water， 我想应该就是纯净水吧。回来一看，倒出来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因为那个在冒那种气泡，就像雪碧一样。我一喝，果然不是那个纯净水，然后赶快拿那个谷歌拍照翻译，一查，然后看到那个 spray water 底下还有一行字，写个一个 sparkling，就是那个气泡水，就相当于我买成这个气泡水了。我以前基本我是没喝过这种气泡水的喝第一口感觉还挺难喝的我准备给那个我看我的舍友那些他们想不想喝，然后问了一圈，他们没一个人想喝的。然后没办法，我就只能自己喝了。但是喝完那个3瓶之后，我现在发现气泡水还是有那么点好喝的。所以大家如果来想买水的话，还是要仔细看一下它有可能你买的虽然叫 spray water， 但是它可能是那个气泡水，所以大家还最好就是拿个谷歌翻译这仔细看一下避免买错这个说来的话，再说一件让我比较感动的事情吧。来着，就是有一次我去宜家的买东西的时候，我那次大概买了10件的那种就是商品吧。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宿舍我发现只有8件了，少了2件，就是一件菜刀，一个案板我当时特别的难受，因为我感觉我印象中好像没丢过东西，然后。因为本来想第2天去宜家那边再找的，但是第2天也下雨，知道吗？所以我就没去。因为我印象中回忆想起来，我应该是在宜家那儿结完账之后，我就应该就是把那个东西落在他的那个收银台那儿了。然后我就过了2、3天之后，我又去宜家那边找了。我想的是找不到的话，我就再重新买一件重新买个刀或者案板吧，因为在旁边其他商店里面买还挺贵的。然后我去的时候给工作人员说明情况，然后那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还要买就是这2件东西，我说是的，然后工作人员直接就把对应的那个钱的那2件的钱直接就打到我的那个宜家的那个会员卡里面了，然后我就重新就去又买了一件，所以买了一遍，所以我感觉这一件事我就感觉这宜家这边的人还是就是挺好的，反正这种失而复得感觉还是挺让我感动的。说完这个，我就再说一件相对来说就很悲惨的事儿，就是我把我的伞也给弄丢了，不知道为啥我来这爱尔兰这1个月就相当于丢了2次东西了。伞是那天因为下雨，然后带了把伞，然后上完课我又去超市买了个东西，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伞不见了，然后我就去看教室，我也没找到我的伞，然后我又跑到去超市，我问我伞是不是落那儿，然后超市工作人员给了一把拿出来一把伞，问我是不是我的，我一看那个不是我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伞的话，这次就没像宜家那么幸运了，就感觉应该是彻底丢了吧。说到伞的话，我再说一个我们老师发生的事情。我们老师在我丢了伞之后的2、3天吧，我老师来上课，有个老师就说他周五他把他的电脑给丢了。
被人偷了。他是住在都柏林周边的，不是每天来上课的话都需要坐那个火车的。他说他在火车周五的下午的时候，他的书包丢了，后面他又找到书包的时候，发现书包里的电脑给丢了，电脑里面有很多资料啊，他就感觉很难过表现。然后他说他也报案了，但是估计希望也不大。所以感觉以前好像我也听网上人说，欧洲这边好像就是小偷吧，就类似偷东西的人很多，尤其是一下把你手机给丢了、偷了。我的手机倒是没被偷，但是感觉我这来这40天，1个月40天，丢了2次东西，而老师的电脑也被偷了啊！我感觉这边真的是自己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我想想看还有什么说的啊？对，还有一件事就是让我特别震惊，就是这边关于这性的开放程度吧，应该来说可以这么说。你敢信吗？就是在学校的卫生间里面居然在卖避孕套这件事儿，这事儿应该在国内完全不可能发生吧？之前知道国外比较开放，但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还是有点冲击力的。其实这种冲击力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比如我们在国外一般第一天都提前会有一个 orientation meeting。就是给你类似迎新会那种吧，就是讲你怎么入学的一些就是注意事项吧，就是在那个迎新会上，他有一个就是放了一个最后就是学生会的一些学生会主席这样举办的一些就是给你放了一个短片影片，就是讲关于就是一个男生女生，比如说喝完酒然后发生一些关系吧。他那个主要讲的就是 consent，consent 就是同意，就是说那个影片讲的就是你只要男女双方是就互相经过同意的。那这种发生关系就没什么问题就是避免就是比如说女方一方就比如说喝醉了，然后男方还发生关系了，这种就是不提倡的整个就是这个。其实除了这个学校里面的话，我前2天我还在上传过一个短片shorts， 就是短视频在 YouTube 上，我就拍了一下，就是在旁边就是很多我不知道是在有什么演唱会嘛，类似那种还是什么，就很多人。就是女生还男生，那女生穿的真是很暴露，我感觉也虽然这爱尔兰天我感觉还挺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些穿那么少也不怕冷嘛之类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的前2天的一个短视频吧，我上传的，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些就是我来爱尔兰40多天对爱尔兰的一些很直观的一些感受吧，和国内的就是很简单的浅聊一下这些不同点。等我以后就是比如待的时间更长了，我发现一些更有深度的事情的话，我再来和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这样吧，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好，拜拜。